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在国服那边已经出现了亚述巴尼拔，在国际服饰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各位国服的观众不用再吹了，你怎样吹都是不会出现的，要等到下一次才会出现。不过今天可以分享亚述巴尼拔还有海尔曼 P 的天赋。先说亚述巴尼拔的天赋，这个你们就可以跟着点，或者是你们有自己的想法可以点别的。技能方面基本上是不需要变动了的，你们照抄就对了。有稍微改动的地方是工兵跟工程。工程我是点到造成所有伤害提升 3%， 受到的所有伤害减少 3%。工兵就点到技能伤害提升，这个要点满。其他的你们可以自己调整。其实在工兵方面呢，你们左手边那个可以不用照抄，都是攻击力提升跟普攻提升。要点到右手边基础攻击会增加怒气也是可以。接着是海尔曼 P 的天赋，虽然今天讲的影片呢并不是讲海尔曼 P，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稍微讲一下他的天赋。基本上你们照抄阿曼尼的天赋就可以了。虽然阿曼尼的天赋是有住房了，但是海尔曼 P 的通用天赋其实都是垃圾，都没有用到的。基本上你们照抄就对了。再来是亚述巴尼拔的技能特效，它是半圆形的5个目标，海尔曼 P 是3个目标，所以严格来讲，这个统帅拿出去打野仗呢，其实还是蛮香的。如果考虑到要野仗用的话，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天赋。野仗也没有必要用到工程的天赋，所以你们可以搬过去技能那边，点在野性的呼唤，有概率可以获得怒气。然后上面工兵也是普攻，有机会可以恢复怒气，剩下的可以自行调整。接着就是讲今天影片的重点了，分享亚述巴尼拔的实战报告。今天收集到的所有报告呢，都是来自国服的，国际服也没有办法测试。比较多的集结还是亚述巴尼拔搭配亨利。驻防大多数都是用步兵驻防，其中就是哥哥比较多。搭配方面有哥哥搭配刘彻，哥哥搭配芝诺比亚。混兵的报告我会在纯步兵驻防之后再放，工兵打步兵的驻防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不过今天我收集到的大多数报告呢，都是5开比较多，但是有一些你们可以发现到，其实步兵驻防的部队会比较多一点，就是说有很多工兵的集结，其实他们补兵补的不是很及时，那么补不起来的情况下，工兵打出来的报告都可以5开了。如果是补得起来，加上有 buff 的话，相信报告会更好看。那现在工兵主流集结呢，多数都是用亨利啊，所以一般都是用亚述巴尼拔搭配亨利居多。之前我也是有提到的，亨利的技能也是可以触发亚述巴尼拔的第4技能，然后亚述巴尼拔自己本身的主动技能呢，其实也是可以触发的。至于金闪闪，如果对方没有用芝诺比亚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触发他的额外伤害。现在驻防也比较多是用哥哥搭配刘彻，所以比较少看到会用金闪闪开集结。还有就是之前有提到过的亚述巴尼拔，其实也可以搭配诸葛亮，更容易触发他的第4技能。不过收到亚述巴尼拔搭配诸葛亮的报告是真的很少很少，因为这个集结呢也不看围殴，也比较脆皮，只能顺风的情况下开这个集结而已，否则这个集结开出去就被人家围殴掉，是真的很亏的。再来是步兵混兵驻防，多数都是用哥哥搭配菠萝头居多，基本上用混兵驻防你们也不用奢望报告会有多好看了，只是看用混兵驻防的情况下，亚述巴尼拔打出来的报告会变成怎样。还有就是刚好这里混兵驻防呢，对方都是用亚述巴尼拔搭配海尔曼啊。严格来讲，海尔曼其实真的不太适合开集结。根据海尔曼的觉醒技能呢，他的毒素必须要打出去25次，除非对方刚好在驻防的时候旁边有一些部队啊，你的毒素可以打去更多的目标身上，才可以触发，否则打一个目标呢，其实他要打出去25层是真的比较慢一点，所以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用亚述巴尼拔搭配海尔曼做集结。再来是骑兵驻防，那基本上骑兵也没有多少个驻防统帅啊，所以基本上都是杰哥搭配司机，杰哥搭配女骑兵。还有今天我收集到的骑兵驻防报告呢，表现都比步兵驻防稍微好一点。这份报告亏呢，不排除也是因为他用亚述巴尼拔搭配海尔曼的关系，所以会稍微亏一点。但如果是打关卡可以刷 buff 的话，这句话就当我没有说过。可以刷 buff 的工兵集结还是很痛的，再加上对方是用诸葛亮。
不过纯骑兵驻防呢，其实也不算是驻防的主流啊，而且骑兵的驻防体系并不完整，所以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还是会用步兵驻防居多，骑兵可能会留着野战或者是集结在使用。最后再分享一个打了1个小时半的报告，不过这份报告是打关卡的报告，集结方是可以刷 buff， 而且集结方是开了双集结。不过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份报告打得怎么样啦。驻防是用哥哥搭配刘彻，集结方是用亚述巴尼巴搭配亨利，另外一个是骑兵的副集结，用查士丁尼搭配司机来开的。以上就是我收集到的所有报告，那各位要注意，这些报告全部都是实战报告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包括他们自身的争议，有没有觉醒装备，觉醒到多少个阶段，有没有刷 buff， 有没有补兵，有没有开双集结等等等等问题。所以这些报告只能作为参考，而且也不是我自己分享的报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过整体表现看来，亚述巴尼巴的集结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很强的。重点是现在也没有的选择了，大多数的驻防都是用哥哥作为驻防，他这个驻防也算是目前最强的驻防。那针对步兵的驻防，当然是用工兵的集结，加上亚述巴尼巴的技能是针对哥哥的，别无选择之下，大家也只能选择亚述巴尼巴去开集结了。还有稍微提一下亚述巴尼巴的觉醒技能之前讲技能的时候忘记讲到。他这个觉醒技能呢，其实副将也是可以触发到的，但是当副将再次触发的时候，如果是同样的争议，只会刷新时间而已，但是如果是不一样的话，就会同时存在。就比方说你主将可能触发了生命值提升，但是副将再次触发生命值提升的时候，只是加长时间而已，不会叠层变成60%。至于亚述巴尼巴的野战报告，我是没有收到的，因为他是 MG 统帅，可能获得亚述巴尼巴的玩家并不是很多，我看到的只有集结报告而已。至于海尔曼皮的野战报告为什么没有分享呢？因为很多人用海尔曼皮来做单条测试，海尔曼皮是不适合用来做单条测试的，它必须要打多个目标，才可以让海尔曼皮的毒层放出去更多，还有看整体的表现。这个情况呢，其实就有点像之前威廉那样子，你们不能做单条测试的，有些统帅的技能你们必须一定要做野战测试。所以海尔曼皮的野战报告不出意外的话，可能就是由我自己去测试了，但是国际服要等到1月的时候才会出现。不过拿刀是一回事，有没有 KVK 是另外一回事啊！没有 KVK 的话，也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实战报告。以上就是我收到的亚述巴尼巴实战集结报告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